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刚才我看到皇上都急匆匆的赶过去了，好像是练武场那里出事了。哎，是不是那马出事了？我刚才看到那马的尸体被运出去了，血淋淋的。什么马呀？14爷出事了，说是被烈马冲撞，从马上摔下来了，2条腿都断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儿如何了？回太后，王爷伤势凶险，幸而止血及时，并无性命之忧。那他这腿可有大碍？还能站起来吗？腿骨伤得极深，经脉受损，恐怕王爷一时半刻难以站立，日后要想痊愈，还需尽量调理。皇额娘，张太医，朕要你全力医治14弟的腿，不管需要什么药材，你尽管用。臣明白。太后，14爷他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太后息怒，王爷去马场骑马，刚开始还好好的，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王爷骑的那匹马受惊，最后王爷只能杀了那匹马才停了下来，可他自己也摔了下来。好好的马，怎么可能受惊？额娘，儿臣已经着人去严查了。太后娘娘，14爷到底如何了？唉，原本喜事在前，如今却老14这腿，怕是不会的。14爷多么骄傲的一个人，他怎么会不会的？孩子，回吧。等老14的腿好了，我再召你入宫。太后，是。轻点，轻点儿。王爷，您现在知道疼了，奴才都已经很轻了。福公公，还是我来吧。哎，早知道就不给你出这主意了，这伤的也太重了。不够狠，怎么能断了皇额娘的念想？疼吗？不疼。骗人！平时我的手如果蹭破都会疼，更何况是你现在。福公公，还是你来。看着可怕，其实是本王自己伤的，没有伤到骨头。可是太医说，太医是本王的人，只要婚约不取消，本王的腿就好不了。哦，你对自己倒是挺下得了狠心。怎么，心疼了？我是怕你之后这条腿万一瘸了，你再赖上我。不赖你，只要你答应本王一件事。王爷，又有什么事儿？你知道了本王的秘密，不如就留下来伺候本王，和本王一起保守这个秘密。14跟哀家张了嘴，
说要留你在身边。你是哀家身边出去的人，做人也本分。哀家准备赐你个格格的名分，你就留在14身边，好好照顾他。太后娘娘，奴婢不要名分，奴婢愿以医女的身份侍奉14爷。你嫌格格的名分太低？不是，奴婢不敢，只是奴婢自知出身卑微，配不上14爷，也从未肖想过不属于奴婢的位置，唯愿竭尽所能侍奉在太后和王爷身边，无愧于太后和王爷对奴婢的恩情。你伺候哀家一场，哀家也不是个不念旧情的人。哀家知道，这格格的位分是有点低，但你只要好好伺候，等14成亲后，哀家一定会将你从宫中风风光光的嫁过去。到时候你再给他生个一儿半女，给你封个侧福晋也不是难事。太后圣恩，奴婢心领。只是奴婢医女出身，立志行医，不愿被后院束缚，更不愿意因一纸名分误了本心。只要能侍奉在14爷身边，为他治病诊疾，已是奴婢莫大的福分。额娘，名分的事儿暂且不提，儿臣还有要事找您商量。你还有什么事？儿臣……奴婢告退。刚才如张太医所说，儿臣的腿没个1年半载根本好不了，就算好了，也会留下跛足，完全康复遥遥无期。腿伤的事慢慢养，不着急。重要的是不要留下残疾。额娘，可有些事儿等不得。你所指何事？佟家宝珠年已及笄，儿臣已然残疾，不愿耽误他的前程，还求皇额娘撤了这门亲事。你只是伤了腿，又不是废了。你是皇家血脉，你就是真瘸了，也自有人愿意与你结亲。那佟家宝珠只是将门出身的女儿，配你是她的福气。额娘，那威武将军是个心高之人，儿臣无权无职，又落下残疾，他心中定是不情愿。况且结婚是2个人的事儿，这强扭的亲事何必呢？听你这话，像心中自有定计。你须知这门亲事是哀家为你精挑细选，与你大有裨益。佟家宝珠对你痴心一片，威武将军一门又人丁兴旺，万一哀家哪天薨逝了，你也有一门岳丈家可以倚仗。额娘，您这是说什么呢？儿臣明白您的意思，但儿臣已经长大了，想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。来了来了，小主，皇上今儿就是走这条路，那一仗马上就要来了。真的啊？那可太好了。那小主答应奴才的好处啊，这点意思，你先拿着。就这点，小主，这也太……这可是我全部家当了，等我得了宠，少不了重谢你。奴才只能帮您到这儿了。皇上，要不要奴才派人去看看是谁在那儿跳？不必了，朕亲自去瞧瞧。好了，刚才太后之言并非本王之意。我知道你我之间本就是做戏，王爷请放心，奴婢不会当真的。你觉得本王待你
皆是所喜。不是吗？不只是王爷，我也一样。你呢，演忠孝两全的皇子；我呢，演尽职本分的医女。彼此心照不宣，互惠互利，何必认真？那倘若本王说想实心实意的给你一个名分呢？别，那也太吓人了。再说了，我不可能以丈夫为天的，我也不可能跟其他的女子共侍一夫。而且我有一技之长，天高海阔，哪里去不得？为什么要作茧自缚呢？更何况，在我的家乡，我已有所爱之人。奴婢告退。姐姐这处宫室也太气派了，这几件摆设都是从内务府搬来的贡品吧？萧姐姐初次侍寝就封为贵人，看来皇上是真将姐姐放在心上。贵人，这些都是皇上派人送来的花，今日便得皇上恩惠，便派人把花给送过来了。怎么还有不同季节的鲜花啊？听说御花园有暖阁，什么季节的花都能种得出来。只不过这些花太珍贵，十分难得。萧姐姐能有这份恩宠，真让人羡慕啊！只可惜没有牡丹。妹妹此话何意？萧姐姐国色天香，百花之中唯有牡丹才配得上姐姐。只是牡丹娇贵，听说只有最得圣心的妃嫔才能得到皇上赏赐的牡丹。哎呀，妾身只是随口一说，叫姐姐见笑了。你的意思是我不够受宠了？姐姐多心了，我并无此意。牡丹而已，若我想要，明日开口，皇上便亲自送到我的案前。柔儿，再给朕跳一曲吧。皇上，臣妾跳的那些舞，皇上早都看遍了。再多跳几次的话，那也就不新鲜了。不过呀，臣妾最近新编了一曲舞，唤作采花舞，是专门为皇上而做的。那还等什么？跳与朕瞧瞧。只是这支舞现在还缺一样道具，跳不成。哦，缺什么？一枝花。那日皇上赏赐臣妾的花虽然是极好的，但是都是成盆成簇的放着。若是单捻一枝出来，可就缺乏气势了。你要气势足、颜色艳的话，朕记得御花园里有牡丹，极好。司棋，奴才在。传话下去，去御花园捡一只好看的牡丹，送给贵人，做舞道具。皇上，可这御花园的牡丹一向是留给贵妃娘娘的，其他人不得擅取。不过是一枝花，朕想赐给谁，还轮得到旁人智慧？奴才遵旨。皇上，这盘红绣球开得极好，这株二乔色泽也够艳。本宫记得，今年御花园不是有3株瑶皇吗？怎的今日一盆也没见着？启禀娘娘，瑶皇最是娇贵，前日气温突降，已枯了2盆。
那第3盆呢？回娘娘的话，最后那一盆今早被四喜公公取走，说是皇上赏给了萧贵人。都给我退下！把这些花全给本宫砸了！娘娘息怒，或许是四喜公公擅作主张，皇上未必知情。未必知情？在这宫里，除了皇上，还有谁敢煽动本宫的牡丹？萧贵人，哼，这个贱婢！贵人，你看那边，那边的荷花开得可真好看呀。荷花虽好，可终究不及御花园的牡丹娇艳。本宫最爱的那盆瑶黄，每日一见啊，必神清气爽。可是瑶黄娇贵，太难伺候了。娘娘放心，奴婢每日吩咐人用温水细养，就连半夜都不敢疏忽半点。怎么了？信房那边有事，管事的婆子让我亲自过去一趟。只是贵人这边也离不得人啊。去吧，正好本宫也想自己走一走。这个季节的莲子正好，蒸出来熬汤最养人了。什么声音？萧贵人，萧贵人，萧贵人！快来人！快来人啊！萧贵人，快把萧贵人扶回寝宫！快传太医！萧贵人摔倒，这剧情也提前太久了吧？都怪我一时冲动救了他，改变了他结局。这蝴蝶效应还会引发什么呀？启禀皇上，昨夜萧贵人险些坠桥身亡。那萧贵人她，萧贵人昨夜心情不佳，去御花园散心，但不慎失足跌落，这脸毁了。失足？可有查清原因？贵妃娘娘已遣慎刑司彻查。赐些药材银两，好好安置他吧。这……皇上，皇上，是臣妾，臣妾是小贵人。皇上，你要替臣妾做主啊！臣妾受伤绝非意外，是有人要害臣妾。此事，兰贵妃已令慎刑司彻查，结果早已有定论。你说有人要害你，可有凭证？臣妾没有证据，但这一桩桩一件件，事过蹊跷。兰贵妃一句意外替臣妾盖棺定论，臣妾不服。臣妾只求皇上能够彻查此事，为臣妾讨回一个公道。后宫之事，素来有兰贵妃打理，朕朝政繁忙，岂能日日事事插手？皇上，臣妾会死的呀！皇上，臣妾的一生已经毁了，臣妾现在只求讨回一个公道。皇上连这点愿望都不愿意满足臣妾吗？
后宫有后宫的规矩，朕岂会为你一人坏了旧礼？睥睨夫妻百人，皇上难道连这点愿望都不愿意满足臣妾？放肆！你不过一个贵人，还妄跟皇上成夫妻，真是魔怔了不成？皇上，拦住！放开我！皇上，我求求你！皇上，皇上！萧贵人殿前事宜禁足1个月，着太医每日诊治，其余的杂事就不要再烦朕了。这皇上，带走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起驾！这皇上未免也太无情了，好歹也是他宠幸过的女人。萧贵人以色侍君，却不懂色衰而爱弛的道理。今日她不该出现在这里，更不该让皇上看到她毁容的脸。之前皇上对她或许还有些情分，可今日过后，这情分怕是一点儿也不剩了。不愧是小说里的宫斗冠军，你果然很了解皇上。我13岁时便立志入宫，从那时起，我便开始悄悄搜集关于皇上的一切，他的文章、奏书、诗赋，我都研读过，也都背下了。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整个后宫怕是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。后宫于他，不过是朝堂之外的喘息之地，亦或是绵延皇嗣的场所。没有人能入他的心，就连我也不例外。你要能这么想，已经胜过宫里很多其他女人了。虽说皇上下旨令御医每日前来诊治，但是兰贵妃派来的御医尽是敷衍，开的药也毫无作用。贵人已经呕血了好几日了，一直不见好，奴婢担心她熬不住啊。贵人，这是慈宁宫派来的医女叶锦姑娘，听说您病重，来给您瞧瞧。不必了，救我做什么？还不如让我去死了的好。您若是死了，那害您的人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。贵人这病不是伤寒，也非毒症，而是肝气郁结所致。若是心宽体顺，吃几副药便好了。但若日夜郁郁，肝气所致，怕是神医也难医治。我的脸被毁了，我连仇人是谁我都不知道，如今还被皇上厌弃，你叫我如何心宽气顺？哪怕只为了看清真相报仇雪耻，你也应该活下去。碧清姐姐，叶锦姑娘，贵妃娘娘有请。好。这些金饰头面都是贵妃娘娘赏你的。奴婢谢谢贵妃娘娘厚爱，只是奴婢惶恐，无功不能受禄。既绝无功，那眼下本宫就给你个立功的机会。不知娘娘有何事差遣？太后寿辰就快到了，届时必定宴请后宫众妃嫔。你掌管慈宁宫膳房，方便接近膳食。到时把这包药加进端妃的饮食中。奴婢不敢，娘娘饶命！怕什么？此物名为青藤草，不过只是泻药，
谁让她怀了孕还不安分，处处与娘娘作对。娘娘不过是想给她一个小小的教训，只要你处理得当，没有人敢质疑太后宫里的饭菜有问题，更不会有人怀疑到你。可是娘娘，这点小忙都不愿意帮，莫非你对娘娘所表的忠心都是敷衍不成？本宫向来赏罚分明，此事若办成了，本宫还有重赏；若办不成，本宫有的是法子，让你永远消失在后宫。剧情已经失控了，我要是再想不出办法破局，我就玩脱相。玉姐，王爷，你怎么了？你脸色如此难看。哎呀，贵妃娘娘刚才赏了我特别多珠宝首饰。她要你做什么？她想让我在太后寿宴上给端妃下药。下药？下什么药？她说是泻药，只是让端妃闹肚子，不会致命。端妃现在怀着龙嗣，毒害皇子可是重罪，稍有闪失，别说是你我，就算是额娘，也难辞其咎。你答应她了吗？她威胁我，她让我在后宫消失，所以我……你过来。这件事情交给本王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本王在，就不会让你消失。这点碎一点啊。去取些枸杞，这个汤色不够，2毫就够了。啊，是。恭祝太后福寿安康。都落座吧。谢太后娘娘。儿臣恭祝母后，祝母后福寿与天齐。母后，一会儿可以尝尝这个，这个是从苏杭进贡上来的。臣妾祝太后福泽安康，绵延千岁。兰贵妃有心了。谢太后。祝母后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你的腿还没有大好，万万不可喝酒。14弟，好生休养。母后，无碍。太后娘娘，臣妾以茶代酒，祝太后娘娘生辰极乐，寿比南山。要好好安胎。谢太后娘娘。您尝尝这个。皇上，你也尝尝。娘娘，疼！娘娘，好疼，好疼！娘娘扶头，快传太医！快，传太医！
回皇上太后，贵妃娘娘腹痛，乃误服青藤草所致。此草虽非剧毒，但遇热时隐隐剧痛，若量再加大些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青藤草是何物？青藤草乃西域异物，极为罕见。宫宴之中怎会出现此物？皇上，有人要毒害臣妾，你一定要为臣妾做主。皇上，来人，将今日小厨房所有人都带下去审问，并彻查今日负责上菜的工人。太后，皇上，你们一定要给臣妾做主。这又是怎么了？这毒汤并非是冲着兰贵妃来的，而是给臣妾的。你把话说清楚。兰贵妃腹痛，臣妾在后知后觉发现汤有问题，于是派人去小厨房调查，没想到臣妾的汤和兰贵妃的汤半道被人调换了。若非如此，躺在榻上的可是臣妾。来人，今日给端妃传菜的宫女是谁？带上来。带上来。你便是今日传汤之人，说为何要调换汤盏？太后饶命，奴婢调换汤盏，是因为奴婢不想死。是兰贵妃宫里的婢妾，她还以奴婢全家的性命相逼，要我在端妃娘娘的汤里下药。奴婢怕事败牵连，于是偷偷换掉。奴婢冤枉，奴婢从未胁迫她，更未指使她下毒。混账！宫宴动毒，岂是你一句冤枉可以了事？把这2个奴婢带下去，好生审问。娘娘救我！娘娘！人证物证俱在，婢妾又出自你的宫中，此事你如何解释？皇上，臣妾是被人栽赃陷害的。贵妃宫人毒害妃嫔，实属大逆不道，私刑，传朕口谕，贵妃管束失责，即刻褫夺封号。皇上，降贵妃为妃，夺去6宫协理之权。奴才领旨。皇上，皇上，臣妾是被人冤枉的。哀家的寿宴被你们搅得这般模样，这后宫确实是该整肃了。皇上，你个贱婢，竟敢背主翻供！当初不是他哭着求碧青出头，替他家人解困，如今竟敢反咬一口，真是反了天了！娘娘息怒，这件事牵连太多，稍有不慎便是满宫风雨。奴婢以为皇上如今只降娘娘为妃，未曾再追责，已是顾全旧情。顾全旧情？他若真有情，又怎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这般羞辱本宫？可娘娘到底还在妃位之上，只要娘娘沉住气，很快便能东山再起。哼，东山再起，也得先熬过这口气。碧青忠心，一人将所有罪责都承担了下来。可他知道本宫诸多秘密，留他在慎刑司，只怕会夜长梦多，再生知己。奴婢明白，奴婢会让他好好的离开。皇上今日辛劳过甚，奴才瞧着此处风光甚好，不如皇上移步庭中歇息片刻。此处风光确实不错，在此晌午，想来别有风味。皇上您忘了，萧贵人她……
皇上，不如咱们传南府教坊的武技。皇上，这不是奴才安排的。这武技看着也不像是南府的人，虽然武艺是生疏了些，但是颇有几分灵动之气。给贵妃娘娘请安。昨夜侍寝，滋味如何？本宫费尽心机把你从冷宫捞出来，送到皇上面前。如今你一夕被封为答应，也算一步登天了。贵妃娘娘提携之恩，云溪永世难忘。起来吧，既随了心愿，以后就好好替本宫做事，本宫不会亏待你的。是。西姬丸，每日定量服用，可保肌肤雪白，容光焕发。若不是服用它会妨碍生育，本宫都想试试。西答应，为了邀宠而牺牲生育能力，你不会怨恨本宫吧？这是臣妾自己的选择。贵妃娘娘一入宫，便获圣宠，从未尝过被皇上忽视的滋味。若是连邀宠都不能，甚至连皇上的面都见不到，那即便有生育能力，又能如何呢？你倒是有魄力，好好施展你的能力吧。本宫静待佳音。恭送贵妃娘娘。嗯？哼，怎么，老朋友见面不叙叙旧？你我之间又有何旧可叙？是吗？哼！大胆！你敢摔坏皇上御赐的扇子，现在马上下跪道歉，或许我会饶恕你。这分明是你自己摔坏的。你们都看见了，刚才是谁摔坏了扇子？自然是萧贵。柳眉，我如今容貌尽毁，早已无法与你争宠，你为何还要落井下石？我齐家柳眉出身八旗，天生金枝玉叶。你呢？不过是个汉军旗出身的庶出女子，也敢妄想与我比肩？仗着几分姿色，狐媚得宠，终究不过镜花水月。如今毁了容，连条出路都没有了，真是可怜又可笑。不就是嫉妒人家比你貌美吗？柳常在，
这心里可真阴暗呢。哪里来的低贱宫女，敢在本宫面前出言不逊？来人，掌嘴！我是慈宁宫正六品的女医，要想掌嘴，还轮不到小主。小主，他是太后赐给14爷的人，不过是个庸脂俗粉，替14爷提鞋都不配，连个名分都没有，还想狐假虎威。我今儿就是要打你，谁能奈何我？打！住手！叶瑾是本王的侧福晋，就算犯了错，也轮不到你来教训。皇上，臣妾只是在开玩笑。四喜，奴才在。齐家是行为失仪，德行有亏，着急降为答应，迁出咸福宫，移居冷香院佛堂，闭门思过。奴才领旨。侧福晋，此乃臣弟所想，还并未知会皇额娘。14弟可真是个情种，放着高门贵女不要，却和一个奴婢牵扯不清。你可知皇额娘执意要你娶佟家宝珠的深意？臣弟自是知晓，但臣弟以为是皇额娘多虑了。额娘一腔慈母之心，都尽数给了你。有时候，朕真的很羡慕。罢了，既然你喜欢这个奴婢，朕作为你的兄长，成全你也不是什么难事。但是你要明白，你若真的纳了这个奴婢出身的女子为侧福晋，那位威武将军可未必会把女儿嫁与你。少了一个得力的岳家，你将来不要后悔才好。多谢皇上成全，此乃皇帝本心，绝不后悔。既然你情我愿，朕便成全你们。宫女叶瑾，赐婚14王爷，封侧福晋，则良辰吉日完婚。谢皇上。恭送皇上。什么你情我愿，我根本就没答应啊！这不是权宜之计吗？权宜之计，皇上都下旨赐婚了，难不成还能反悔啊？你若执意不愿，那日后我就自然再想法子。但眼下局势未定，你有我之庇护，总好过你一人在这后宫中任人宰割，对吧？给太后娘娘请安。快坐吧。谢太后娘娘。听闻出宫采买的太监说，宫外出现了天花，说是有难民入京，把天花病例带入了京城。如今整个京城人心惶惶。太后，我们如何是好啊？如今是你在执掌后宫，你说如何是好？不如请太后带着皇上移驾行宫避斗。哀家带着皇上走了，你们这些后宫的嫔妃呢？我们坚守。好了，别以为哀家看不出你的小心思。京中这些传言，哀家也有听过，但传言毕竟是传言，未经证实，当不得真。若是一有风吹草动，便躲到行宫去，皇上还有什么威严？可若是真的呢？若是真的，再到行宫避也不迟。可如今宫里流言迭起，人心不稳啊！既知是流言，就不该让它传播，这是你治宫不严之过。传哀家懿旨，即日起，皇城加强宫禁，严查出入人员，有异样者第一时间上报，并采取隔离措施。是，太后娘娘。王爷，王爷，
最近没事儿，您就在宫中休养，不要总出去了。今日你比往常回来的晚，是出了什么事儿吗？我今天出去办事，发现宫禁严格了很多，巡逻的禁军也比过去多了很多倍。我打听了一下，说是京城有人得天花了。这种流言啊，每几年都会有一次，若无实据，不必可信。但这次可能是真的。本宫脸怎么了？真儿，拿镜子来。娘娘，快点，拿镜子过来。怎么会？本宫脸上怎么会长这么多？奴婢这就去宣太医。站住！不能宣太医。可是娘娘，宫里尚未有天花病例，若本宫是第一个感染上的，到时候宫里疫情传开，本宫在皇上眼里就是罪人了。本宫不能是第一个。可是病拖不得。娘娘，您现在不是一个人，您得为您肚子里的皇子考虑啊。本宫正是为肚子里的皇子着想。此病根本无药可医，能不能活，全靠天命。若天命好，我们都能活；若天命不好，一尸两命，我和皇儿都活不成。事到如今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好珍儿，一会儿去拿脂粉，替我掩盖一下。此事定不能让任何人看出破绽。然后，你去府里给额娘和阿玛传信，让他们去民间寻些药回来。此病民间多发，宫里的药未必比得上民间的药。快去！是。端妃宫里可有动静呢？目前看来一切如常。不应该呀。给娘娘请安。免了。娘娘，不好了，出事儿了！什么事慌成这样？是端妃，她的贴身宫女真儿回宫，身上带的药材被门口的侍卫截获。有经验的侍卫认出，这药材是治疗天花的药材。娘娘，如今连端妃都染病了，那岂不是这宫里都不安全了？娘娘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你问朕怎么办？身为内侍总管，宫里出了天花，竟一无所知，朕治你一个失察之罪也不为过。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传旨旨意，即刻封宫，召太医紧急会诊，所有与端妃接触过的妃嫔宫人，一律就地封宫隔离。奴才领旨。封门。
娘娘，不好了，咱们宫被封起来了。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给本宫住手！你们不能这样对本宫！本宫要见皇上，本宫要见太后娘娘！开门啊！给我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皇儿，额娘对不起你，为何会染上天花？额娘为了养胎，拿人没娶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为何会这样？给娘娘请安。今年的新料子不是已经送过来了吗？怎么又有这么多？这是今年的贡品，这料子不禁放，皇上让送到后宫分给各位娘娘。奴才第一个就给端妃娘娘您这边送过来了。本宫看这料子柔软华贵，适合做寝衣。珍儿，你去给本宫做几件寝衣吧。是。布料，是布料有问题。那巫府的太监为何要害本宫？是他，掌管宫里多年，一定是他指使人干的，一定是他。我要去揭发他。兰妃，娘娘，是兰妃。皇上，最近为时亦烦忧，也莫要太过操劳，伤了身子。额娘不用担心，朕已命太医院全力去医治，相信不久就会有结果。那便好。禀皇上、太后，端妃娘娘一直不肯封禁于宫中，还因此大闹了一场。据说……别吞吞吐吐的，有话就说。奴才不敢说。端妃娘娘说她感染天花乃是兰妃设局，还因此一直咒骂兰妃娘娘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争风吃醋，简直荒谬！这孩子平日里看着温顺，怎遇大事便没了分寸。10亿议员尚未查清，人心惶惶。他此时喧哗造势，岂不乱了人心？太后，兰妃求见。这个节骨眼儿，他不在自己宫里好好待着，来见哀家做什么？他说是关于天花一事。罢了，让他进来吧。看看他这次折腾什么幺蛾子。臣妾叩见皇上、太后娘娘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你来慈宁宫所为何事啊？回皇上，臣妾自京中出现天花病例，心中便一直忧虑不安，特让父兄在民间四处搜罗药方，虽未能找到治疗天花之药，但倒寻来一古方，能够预防疾病，或可暂缓扩散。臣妾斗胆，愿将此方献给皇上。兰妃心怀社稷，
体恤众人，实属难得。端妃身染疫疾，又怀有身孕，如今正处风头浪尖，六宫事务不可一日无主。朕欲晋你为贵妃，由你暂理六宫之事，你可愿担此责？臣妾惶恐，唯愿以绵薄之力为皇上分忧。皇额娘意下如何？皇上既心意已决，还问哀家做什么？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走。怎么了这是？十四爷在小说里出场不多，天花事件从头到尾没有出现，没想到竟波及到了他。别过来。我看看，福公公猜的没错，果然还是中招了。既已知道，还不离本王远点。你我日日相处，现在说远离是不是太迟了？